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炒锅是厨师的武器，一个好的厨师，厨艺只占了一半，一口好锅是另外一半。可见一口锅对做出好饭菜的重要性。这不，为了更好的做出美食，我特意买了口新锅。可这新锅万万不能直接用火烧。为开锅仪式，我专门咨询了做大厨的表哥。买回来的新锅，切记新锅不开锅直接就用，不然再贵的锅呢也会被你毁了的。大厨教你开锅技巧，不粘锅也不生锈。只要学会了铁锅开锅，也能像不粘锅一样炒菜不粘，而且呢越用越光。下面就和大家说说铁锅开锅的正确方法。首先第一步，打磨。新铁锅边缘上呢有很多毛刺，肉眼看呢也非常明显，所以开锅之前一定要拿磨刀石呢或者是砂纸、钢丝球等等的给打磨一下，这样能避免在开锅的过程中或者以后使用的过程中呢割到手。好了，打磨至这样光滑不刺手呢就可以了。接下来第二步，清洗。每一到这里呢，很多人呢都会直接上锅烧，这样呢是错误的。因为新买回来的铁锅呢，上面会有一层机械加工留下来的残油，如果没有经过清洗开锅的铁锅呢，这些机械残油就会流进菜里，对身体很不好，所以要仔细的清洗。加入洗洁精，用百洁布把边边角角都搓洗一遍，锅内锅外都需要仔细的擦洗干净。开锅通常指第一次使用前的保养措施。正确的开锅步骤呢，可以让锅在以后的使用日子里不会粘锅，而且呢不会生锈，能够极大的提升铁锅的使用寿命。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了这看似普通的每一个步骤。好了，接下来呢，我们用清水将其漂洗干净。然后我们来到灶台上，开始第三步，烧制。洗好以后，我们把锅放到灶台上呢，用大火开始烧，从边缘慢慢烧。在进行干烧的整个过程中，要不停地晃动锅的边缘，目的是使铁锅能够收热均匀，把边边角角都烧透。整个过程7、8分钟左右，需要大家的一点耐心。因为新买的铁锅没有生锈，所以呢我们没有必要把它烧红，烧变色呢就可以了。像这种有一点蓝色花纹的样子，现在看着很清楚吧。这一步的目的呢是烧除其加工时涂的防锈物质，把这层涂层烧掉，然后慢慢的把整个铁锅都烧成泛蓝光的样子。而且这样做的好处还有，烧红之后呢，能够让锅的表面呢快速氧化，然后形成一层保护膜。在后续我们使用锅的时候，这层保护膜呢不容易破掉，就达到了不粘锅的效果。烤燃过程呢，温度可以达到100摄氏度以上。操作过程中呢，注意保护好自己，避免烫伤。好了，现在整口锅呢都烧好了，锅体泛着蓝光。现在呢，我们把锅放在一边自然冷却一下，千万不要立即浇水，因为快速降温呢容易引起铁锅变形，破坏铁锅光滑的表层。当温度下降到50度以下，不烫熟以后呢，我们再次来到水池里，我们再用洗洁精、百洁布清洗一下，把锅内搓洗干净。这一步已经清洗掉了表面的工业油和杂质，这时锅就非常的干净了。不过开锅却还没有结束哦。将其漂洗干净，我们再次来到灶台上，开大火，先把水分烧干。跟着我们往里边呢倒入一袋食用盐，这时转小火，
用钢丝球或者是其他工具，借助使用盐把铁锅内摩擦一遍。开锅必须要用到盐，用盐有2个好处，一来盐可以去除锅体表面的杂质，再就是盐还可以吸附铁腥味，而且经过盐摩擦呢，锅体呢会变得更光滑，从而不粘锅。就这样一直炒，把锅内的每一个角落呢都摩擦几遍。最后把盐炒至这样颜色发黄呢就可以了。处理好以后呢，把盐倒掉，这时盐呢就不能再使用了。倒出来放凉后呢，直接扔垃圾桶就行。接下来我们再将其冲洗干净。再次冲洗的时候呢，同样也要等到铁锅彻底冷却下来后再进行冲洗哦。下面第5步，养锅。把洗干净的锅呢再次放到火上烧热，把上面的水分呢烧干就可以了。然后倒入适量的植物油，慢慢转动铁锅，使植物油布满整个铁锅，旋转着加热，使铁锅受热均匀。也可以用铲子把油浇遍锅身，这个在行话中叫做吃油。用油把锅内的每一个地方都润到，过程大概需要3分钟左右。过程中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不要被油给烫到。然后我们把多余的油倒掉，找来一块带点肥肉的猪皮，我们把锅摩擦一遍。因为铁锅经过高温后呢，表面呢就会出现杂质和铁污渍，用带皮的猪油呢就能保证在润锅的同时，还能把铁锅有害物质给刷干净。最好就是选用最肥的猪肉或者是猪油皮。这个过程全程开中小火，而且锅内保留少许的食用油，这样可以避免猪肉下锅时呢沾到铁锅上。涂的过程沿着边缘涂抹整个锅身，这样铁锅整体呢可以均匀的吸收油脂。给铁锅上油，简单的理解呢就是给它加上一层保护罩。那么这层保护罩的目的呢，就是为了我们后续在使用铁锅的时候达到不粘锅不生锈的目的。锅的背面呢，我们也要用猪油涂抹一遍，这样锅的外面也会特别耐脏，变得很好用，用久了也不会生锈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3分钟后呢，我们的铁锅就开好了。如果等着用的话，把锅内的油倒掉呢，清洗干净就可以了。如果不急着用，我们就这样用油把锅浸润一夜，锅会变得更加的经久耐用。好了，下面我们用开好的铁锅给大家煎个鸡蛋呢，演示一遍。大家都知道铁锅煎鸡蛋呢会粘锅，而且特别难处理。现在我们就看看成功与否。热锅冷油下入鸡蛋，等待鸡蛋定型后呢，我们晃动锅体，看看鸡蛋在锅中来去自如，一点也不粘锅。我们这样开的锅呢，用多久都不会生锈，而且呢还不粘锅。市面上的不粘锅表面呢有一层涂层，可以是特氟龙、陶瓷、硼硅玻璃等，它们的作用呢就是防止粘连，不管炒什么呢都不会粘，非常省心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，尤其是厨房新手。不过不粘锅最大的缺点呢就是寿命短，而且涂层在高温下呢容易被破坏，所以只适合低温烹饪。对于中国人来说，炒菜少不了爆炒，不大火爆炒呢根本不香，所以不粘锅呢就不太合适用了。而铁锅是中国人用了几千年的锅具，寿命长呢是它最大的优点，
很多家庭一口锅能用10几年，甚至几十年。相比不粘锅，铁锅导热性好，无论大火小火呢都能用，煎炒烹炸样样都能胜任，还不容易坏。所以我们传承千年的铁锅，怎么可以被市面上的各种不粘锅替代呢？您说是吧？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开锅技巧啦，您学会了吗？如果长期不用的锅，先撒入几滴植物油呢，然后用纸巾均匀的涂满全身。短时间不用，直接用温水冲洗一下即可。如果是长时间不用的话，再次开一次锅，这样放上1年，锅呢都不会生锈的。好了，开锅介绍完毕。个人觉得，只要大家每几个月呢养护一次，这样的锅又干净又卫生，还不粘锅，可以陪伴您几十年呢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。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采味。锅碗瓢盆家家都有，特别是锅，用久了之后锅底发黑，有着厚厚的一层油垢。在炒菜的时候，因为油垢太厚，热量传达不到，这样煮出来的菜饭也不好吃。不仅锅底的油垢非常的厚，长期以往连锅的里边也已经包了浆了，确实看到了不卫生和不健康的隐患。用平时的刷洗方式根本就刷洗不干净这些油垢，而且还特别的费劲。那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难题呢？今天就教大家一招，不需要费力刷洗，旧锅也能变新锅。一起接着往下看看具体的做法吧。首先将铁锅放到煤气灶上，开大火先让它烧一下，记得开抽油烟机，这里会产生比较大的油烟。等到锅中开始冒烟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着重的来烧一下了，千万不要害怕会把锅烧坏了，这点火力铁锅还是承受得住的。着重烧的位置就是油垢非常厚的位置，因为油垢很厚，所以大火烧一会儿，就会看到锅底、锅边都已经开始烧起来了。这时不要害怕，有火苗的地方，证明就有着非常厚的油脂。等到火苗烧尽了，熄火以后，我们换另外一个地方再烧。这个方法就是比较简单粗暴的，不过效果确实很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锅把的地方需要开中小火来烧，否则容易将锅把烧坏。一直将锅的四周全部烧一遍，就会看到锅底的颜色变成了灰白色，而且油垢已经变成灰的状态。先关火关煤气，把锅静置一会儿，稍微放凉一些。我们找一把平铲，将锅底灰直接铲掉。这个时候的锅底灰经过了高温烧制，所以非常好去除。不过这个方法只适合用于铁锅，其他类型的锅如果这么进行加热的话，可能会出现烧糊或者是爆炸的现象呢，这一点要牢记。这些锅底灰是不溶于水的，所以如果是在水池里操作的话，需要将锅底灰全部都收拾出来倒掉，防止它会堵塞下水道。将锅底灰全部铲除干净以后，如果发现还有非常难处理的位置，
需要我们再次上火，给它着重的烧一下。如果全部的灰都清理干净了，就会发现锅底虽然没有油垢，但是也没有光泽。用钢丝球把锅底刷洗干净后，这里我们需要用到另外一个小妙招，白醋和小苏打。首先将小苏打均匀的撒在锅边，这里用于清洁，少了可能效果不明显，所以不要舍不得，可以多来一点，均匀一些。然后我们准备几张纸巾，覆盖在小苏打的上面，这样可以防止待会儿小苏打被冲走。然后淋上适量的白醋，白醋可以是生活中的必备物品了，只要是关于清洗方面的事情，就一定少不了它出马。这次白醋起到的作用依然是去除污垢。你会看到神奇的一幕，那就是两者接触后产生了丰富的泡沫。这就是白醋和小苏打之间发生的化学反应。接下来不用管它，静待半个小时的时间。半个小时以后，我们把厨房纸巾取下来，顺便把锅边擦一擦，污垢就已经明显的软化了，看指尖的颜色就能够看得出来。我们再用钢丝球把铁锅刷一遍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时候就能看到锅底变得非常的有光泽了。此时铁锅已经彻底凉透了，我们清理完锅底，再清理一下锅内部。往锅内部加入多一些的食用盐，锅里也是直接用钢丝球直接刷就可以。因为内部除了会有少许的铁锈外，它的油垢也比较薄，所以清理起来也非常的容易。这一步主要是利用食盐的颗粒感，把铁锅打磨得更光滑一些，同时有效的去除铁锈。盐的温度会随着摩擦慢慢升高，变成淡黄色，大约需要2-3分钟。需要注意的是，清理锅内部一定要等铁锅凉透了才能给着水，否则对铁锅不好。最后用水冲洗干净，这样铁锅就彻底的刷洗干净啦。锅烧过之后需要重新开锅，这样才能不粘锅不生锈。如果不开锅直接使用的话，很快就会生锈的。接下来大家重新把锅烧热，倒入一些植物油，把油涂满锅壁，让铁锅吸收油分，形成一层油膜，隔绝铁锅和氧气，这样铁锅就不易生锈和粘锅啦。您记住了吗？全部清理干净以后，大家看一下，连锅包位置的沟沟坎坎都清理得非常的干净，里里外外看着都非常的顺眼了。大家也可以和没有清理之前的锅进行一下对比，直接旧锅变新锅了。这个妙招不需要用到清洁剂，也没有费很大的力气，只需要简单的烧一烧，然后再配合上白醋和小苏打，清理起来不要太省力气喽。如果你家也有这样的铁锅，可以用今天的方法试一下，亲测管用哦。记得点赞、转发、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。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喜欢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食彩味。刚炒完菜的锅，切记不要立即用水冲洗，对健康影响很大。早学会早收益，赶紧跟着视频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现在我们做菜的锅有很多种，不同的锅有不同的使用方式，而对于炒菜的锅来说，
还是有比较多的人喜欢用铁锅不粘锅。很多人炒完菜以后就会立即用水冲洗炒锅，其实这样是不对的。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，现在不管是3口之家还是5口之家，每顿饭呢少说2-3个菜，多则3-5个菜。而我们一般炒完菜之后呢，想要再炒下一个菜，都会直接用水冲洗涮锅。因为刚炒完菜的锅和铲子上面确实有着很多的食物残渣，所以大家都会把锅清洗得比较干净之后呢，才开始烹饪下一个菜肴。这样呢可以避免菜串味，也可以避免锅内的残留物加热太长的时间出现致癌物。虽然说想法是好的，但是做法却大错特错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炒完菜之后呢，我们都知道锅内的温度呢是非常的高的，而即使我们把菜肴都盛出来了，锅内呢还会有一些残留的一些油脂啊、残渣之类的。而如果我们这时立即用冷水对其进行冲洗的话，有2个坏处。第一，这些油脂热度很高，如果马上接触冷水，有时可能会爆起来，伤到我们，这还都是小事。其二，炒完菜之后，我们习惯立即把热锅放到水龙头下面冲洗，当凉水碰到热锅时，会产生大量的烟雾，此时空气中悬浮颗粒剧增，对人体健康呢是很不利的。我们做一道菜冲一次，一天反复几次，年年反复，特别是我们家庭主妇，看看别人肤白貌美，而我们脸色蜡黄不好看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。那么这些菜渣不处理也不行，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所以我们最好等锅降温之后，再清洗铁锅，或者是用温水、热水把锅面清洗干净。我们也可以随时准备一张干净的抹布，每次炒完一个菜以后呢，我们就用这个抹布来把锅里面的菜渣呢给清理干净。如果此时锅比较烫手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借助铲子按压抹布呢把锅清理干净。这样的做法一举两得，既把锅洗干净了，我们也不会吸入有害烟雾，是不是很棒呢？现在大家都了解了为什么刚炒完的锅不能立即用冷水冲洗了吧？这里呢有几位网友问到，那么为什么炒菜煎蛋老是粘锅，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呢？也是有的，跟大家分享一招，学会之后呢，您家的铁锅也能像不粘锅一样好用。首先，我们等锅完全冷却以后呢，把锅清洗干净。清洗铁锅时尽量不要用洗洁精，用洗涤剂清洗铁锅呢会伤锅，洗涤剂中的化学物质容易和铁发生反应，损害锅身，所以刷锅的时候呢，尽量少用洗洁精。将锅清洗干净以后，我们把锅放回煤气灶上，开火把锅烘干。等锅里面的水分完全干掉以后，接着倒入适量的白醋到铁锅里面，然后呢摇晃铁锅，让白醋均匀地沾到铁锅的表面，把铁锅放在火上面一边烧一边晃动锅子，几分钟后白醋呢就会蒸发干掉。等白醋完全蒸发干掉之后，这时你就会发现铁锅呢要比以前干净很多。这样还不算完，下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步骤，再往铁锅里面呢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接着就按照上面白醋的方法，把食用油呢均匀地涂抹在铁锅上。这次温度不是很高，我们可以借助抹布把油涂抹得均匀一些。然后开火把多余的食用油烧干。如果本身比较有空余的时间，也可以每次炒完菜之后呢，把铁锅清洗干净之后，都这样处理一次。就这样反复处理，坚持一段时间，锅底的表面呢就会形成一层油膜，类似一层保护膜。经过这样处理之后的铁锅呢，下次炒菜的时候，不管是煎鱼还是煎豆腐，
都不会出现粘锅的现象了，而且对于防生锈呢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如果家里的铁锅总是粘锅还生锈的话，可以试试这个方法，用白醋和食用油烧一烧，让铁锅不生锈不粘锅，还有定期对铁锅进行保养的作用，这才是延长铁锅使用寿命秘诀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。今天分享的这2个小技巧大家都学会了吗？如果您看完今天的视频内容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点击我的视频头像，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美食和生活技巧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，别忘了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瑶瑶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今天跟大家分享烧焦的锅立马崭新如初的小妙招。相信大家在生活中经常会有把锅煮糊的情况，这时很多的朋友都会选择直接用钢丝球进行刷洗。其实以前我也是一样的，如果锅糊了都是用钢丝球直接刷洗，这样久而久之不仅给锅留下了很多的划痕，而且会把带有仿粘涂层的锅表面损坏，特别像家里的不粘锅，这样就影响到下次的使用。自从我知道这个小妙招之后，不费任何力气就能够轻松的去除锅内的黑垢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口锅糊底很严重，我们先往里边加入少许的清水，用这块百洁布擦洗试试。经过我1-2分钟的使劲的刷洗，很遗憾，锅内的黑渍还是纹丝未动。现在我们先把脏水倒掉，再刷洗一次试试。可以看到，无论我如何刷洗，它依然稳固如初。那接下来看看我是如何用小妙招进行清洗的吧。锅先放一边，这会儿我们准备几个橘子，把橘子皮剥下来。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发现，只要不破坏到柑橘皮的海绵层，一个橘子可以长久存放而不腐烂，甚至水分全部都蒸发变成了一个柑橘。这就说明天然橘油的自然属性中具有强大的杀菌抑菌能力。我们随时可以用橘皮做实验，例如用橘皮泡水擦拭抽油烟机，或者直接将橘皮油挤到油污处，去油的惊人效果就会立现。橘油的主要成分为柠檬烯，柠檬烯对于油类、化肥、农药、果蜡等有机化合物有着极强的溶解作用。橘皮天然具有的去污能力是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。这时再往里边加入没过锅底的白醋，白醋分为9度、5度和 3.5 度，清洁去污建议用9度的，所以白醋中醋酸含量越高，杀菌的效果就会越好。可是度数越高的白醋刺激性也会比较强，因此建议使用时佩戴好口罩。现在开大火煮开，煮的过程中尽量盖上盖子，这样可以减少醋的挥发。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煮5分钟，时间到了之后把火关掉，然后静置浸泡5分钟。现在用铲子刮一刮，可以看到黑垢很轻松的就可以刮下来了，而且非常的轻松，不费力气。现在我们取出来，往里边加入少许的清水，平衡一下温度，避免烫伤手。再用百洁布来刷洗试试。现在感觉不怎么费力就可以刷洗干净了，而且我的百洁布上面什么都没有放，没有洗洁精，
也没有任何的化学清洁剂，1-2分钟黑渍明显的去掉了一大半。大家可以和之前的对比一下，没用这个方法之前，刷洗锅底，就算使劲刷洗2分钟也丝毫未掉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、关注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请您给我点个赞吧，感谢您的支持。这是3分钟过后了，黑渍基本已经去完了。现在我们再把里边的脏东西倒掉，再用清水冲洗1-2遍。这样就可以看出来，现在锅已经崭新如初了。其实原理也非常的简单，橘子皮里面还有柠檬酸，白醋有醋酸，把它们俩放入锅中煮一煮，从而就可以达到去除黑渍的效果。学会的朋友记得收藏、转发、分享哦，这样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。每天都会分享不一样的精彩视频，记得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乐乐妈，我们下个视频见。